我和长姐同一天嫁入仇人家，她是正妻，我是小妾，我们是来复仇的。你可不能爱上少爷哦。我听她的话，每天喝避子汤，监视夫君，借日常饮食暗中设局。夫君待我们这般好，你怎么忍心杀了他的父母？就算有多大的仇恨，这些日子的情爱还不足以抵消吗？你为何就不肯听我的话，忘记从前那些事呢？儿媳为你们报了仇，你们可以安息了。可惜，你们不能亲眼看着孙儿出事。你竟然从来没有喝避子汤，你爱上了那个男人，害怕东窗事发，便牺牲我以求得他的原谅。之前的一切竟是梦，我还在出嫁这天，如今我要连梦里那场自己的仇一起报。妹妹，我们此番嫁进顾家，是为了报爹娘的血海深仇。你年纪小，难免心智不坚。我要你在爹娘灵前起誓，此生你绝不会爱上顾家少爷。若违此誓，不得好死。就算死了也无颜再见爹娘。岑兄和夫人若泉下有知，知道你一心只为报仇，也该瞑目了。你忘了爹娘是怎么死的吗？难道你心里还有保留？你这样对得起爹娘，对得起养育我们的江伯父、江伯母吗？我们岑家10年前是江南首富，却被竞争对手顾家栽赃陷害，诬陷我们通敌冒国，最后落得满门抄斩。幸好我爹的故友江伯伯买通狱卒，把我和姐姐救了出来，用2具病死的尸体骗过了监斩官。我没忘，我记得一清二楚。我以为那样惨烈的一幕，深刻的仇恨，姐姐和我一样，永远不可能辩解。可我错了。姐姐怕我爱上仇人，我又何尝不担心姐姐贪图顾家的富贵？既然都是爹娘的女儿，要起誓，咱们姐妹应该一起才对。如此，也算不辜负江伯父这么多年为我们筹谋出来的路子。岑心宁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像是那种贪图富贵的人吗？我对爹娘的孝心天地可见，根本不需要靠发誓来证明。这辈子不杀了仇人，我绝不罢休。所以，你敢发誓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们俩都是好孩子，怎么昨天还同仇敌忾，今天反倒跟自己人置气了？不是我有意跟姐姐为难，实则是姐姐说的对。我们此去顾府，从此便要睡在仇人儿子的身边。若是意志不坚，仇报不成，反倒会枉送了性命。在爹娘灵前发誓，一来是铭记仇恨，二来是约束自身。最重要的，我们是一起出嫁，若是其中一个辩解，岂非害了另外一个？月儿，心宁顾虑的有理，这誓你就发了吧，也当是告慰你爹娘。既然要发誓，就别发一些虚无缥缈的，免得往后自己钻了空子。这誓言须得越读越好。我岑心月往后若是爱上仇人之子，忘记爹娘的血海深仇，就让我面容尽毁，手脚尽断，肠穿肚烂，让我犹如一滩烂泥，饱受世人唾骂羞辱，死无葬身之地，这总行了吧？我岑心宁一发此誓，若违誓言，天诛地灭。迎亲的轿子到了。很快，迎亲的人便到了江府大门，江伯父、江伯母替我们盖上盖头，将我们送上了花轿。瞧这排场，全江南也就顾家出得起这种彩礼，能不出得起吗？听说当年吞了岑家的生意，顾振生才当上的首富，现在又背靠九王爷，谁敢惹？望夫登科之命，江伯父苦心经营10年，才用这个借口骗顾家上门提亲。抽中谁，谁便嫁入顾家。伯父，我们既然是姐妹，就该共同进退。今天用顾家若是求娶妹妹，我一定要跟过去，我绝不会让妹妹孤身涉险。以身为饵，这辈子便没了清白。你哪里是怕我涉险，你是见不得我留在江家受庇护，才非要拖我下水。姐姐，你说，如果顾少爷当真是传说中那般芝兰玉树之人，你会不会后悔让我一起嫁过去？够了，岑心宁，你今天处处怀疑我，试探我，到底想做什么？你当我嫁过去是为了当少奶奶，跟仇人的儿子琴瑟和言吗？我是以身侍郎，别说什么芝兰玉树的顾少爷，就是天仙下凡，我也不会多看一眼。说的真好听，要不是经历过那场梦，我差点就信了。
正赶挑起红盖头，从此日子红如火。没想到阴狠毒辣的顾氏夫妇竟会生出这么一个温文尔雅的儿子。岑新月的双眼眨也不眨地盯着顾子渊，眼中满是惊艳与不可置信。娘子，瞧瞧，新娘子看见咱们顾少爷，人都瞧傻了。少爷仪表堂堂，难怪新夫人移不开眼啊。诸位莫要再揶揄她了，娘子脸皮薄，还请各位留情。快，扶少夫人回房歇息。二夫人，少爷今晚宿在少夫人房里。少爷说，虽是父母之命难违，但顾及您与少夫人是亲姐妹，特命小人来知会一声。知道了，替我谢过少爷。少爷还拨了2个丫鬟过来伺候，就在门外候着。劳烦带他们去院子外头伺候吧，没我的允许，不必进屋。竹影，明天天不亮就把它熬了，我醒来就要用。二小姐，这是避子汤，您是要给大小姐送去？可大小姐自己不也带了药材吗？是啊，就是因为我和岑新月各自都带了药材，再加上头2年她一直没有身孕，所以前世我才会以为她一直服着避子汤。万事无绝对，谁知道她这次会不会很快就有身孕呢？及早防范总没坏处。第2天一早，我去了岑新月的院里等候。顾子渊每天天不亮便要起身读书，但昨夜是新婚，自然要多体贴妻子一会儿，便晚了半个时辰。他起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院子里站了有一会儿了。见过夫君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新妻嫁过来第1天，要向公婆请安敬茶，我等姐姐一起。我都给忘了，怎么不差人进去通报一声？昨晚是洞房之夜，姐姐想必没有睡好，我想着公公婆婆应该也会体谅，便没有催促。我不是说爹娘，我是说你，等久了不累吗？去把少夫人叫醒。待她走远后，我才从竹影手里接过药妆，径直走进了房间。服侍在她身边的却不是江家带过来的兰香，而是顾夫人指过来的春桃。不知春桃说了什么，岑新月突然羞得满脸通红，做事要打她的样子。你这丫头胡说什么呢？你先出去。心宁，原来和仇人同寝共枕是这种滋味。我昨晚一夜都没合眼，满脑子都在想爹娘。姐姐真是受苦了。我受苦有什么要紧的？只是没想到这种感觉如此难受。早知道，我的确不应该让你也嫁过来受这份罪。心宁，你若是后悔，趁着还未圆房，或许我可以去求夫君放了你。毕竟他原本也是不想纳妾的。上辈子听了这话，我还以为岑新月当真备受煎熬，心里难过的不行。想着姐姐的清白都没了，我怎么能独善其身，又怎么能让姐姐一个人承担这一切？于是便主动接近顾子渊。没过多久，顾子渊便顺理成章留在我房里过夜。岑新月得知后狠狠打了我一巴掌。你不知自爱，竟敢爬上顾子渊的床！姐姐放心，我永不后悔。坚决不走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年纪小，能帮上什么忙？留在这里，除了白白送掉身子，还能有什么用处？我当然有用处，还有大用处呢。姐姐是自己喝了这碗药呢，还是妹妹我帮你灌下去？岑心宁，你什么意思？怕姐姐你觉得苦，不肯喝，想帮你一把。你不信我，你竟然不信任我！昨晚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个晚上，天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样的折磨。我以为见到唯一的亲人会得到些许安慰，结果你就是这么怀疑我的。枉我还心心念念要把你从这个人间地狱里救出去，我真是一片真心为了狗了。避子汤必须在行房后6个时辰内喝下，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
这一点你很清楚吧？别浪费时间了，喝。用不着你献殷勤，我早已经喝过了。既然喝过了，那我就叫兰香进来对证。兰香，岑新月听到兰香的名字，整个人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瞬间发了疯。你凭什么管我？岑新宁，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我才是你姐姐，我做什么自有分寸。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了？是我吩咐兰香不必熬这个药的。我们刚进门第一天，万一被那些丫鬟婆子闻到药味，岂不是打草惊蛇？你难道想坏了我们的后续大计吗？后续大计就是怀上顾家的种。再说了，怀孩子哪有那么容易？不过是1次2次不喝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何必这么较真，非要跟我过不去？春桃，进来伺候。我还要去给公婆请安，没空在这听你废话。没想到他宁愿打翻药碗跟我翻脸，也要避过这碗药。不过才跟顾子民同房1个晚上，你竟然就变了心。二小姐，这大小姐怎么发这么大的火？要不奴婢现在就回耳房，重新再去熬1碗端过来，趁着还没过时辰。不必了。这都1个月了，少爷每晚都宿在少夫人屋里，可不是？那位二夫人进门至今都没圆房，听说连少爷的面都难见着。阿月，你每日服侍爹娘已是辛苦，还总往书房送补药。能照顾夫君是阿月的福气，只是心宁那边你可千万别怪他。怎么突然提起阿宁？他年纪尚小，心性还不稳，我已替他求过爹娘了，圆房的事儿且缓上2年吧。他现在还是个孩子，我这做姐姐的实在舍不得他受苦。你想得周全，阿宁确实年幼，这种事急不得，便依你所言吧。宁儿，还在为上回那碗药生姐姐的气吗？姐姐说笑了，妹妹不敢。纵使你对我再无礼，再不信任，你总是我妹妹。只要我在顾家1天，我便会护着你，不让你吃亏。我已求了夫君缓2年在圆房，待我们报仇成功那天，你依然是清清白白的好姑娘。到时候姐姐一定再为你找个好人家。既然提到了报仇，那我想请教姐姐，我们进门1个月了，接下来该做什么？怎么动手？这才刚进门没多久，急什么？待我们摸清了顾家的情况再说。你且耐心等待，莫要自作聪明。岑心院所谓的摸清顾家情况，便是每天去书房为顾子渊红袖添花，夜里替他炖补品补身。阿月，这种事让下人做就是了，你何必亲自动手？为夫君红袖添香是臣妾的本分，这参汤火候正好，快趁热喝了。晨曦微亮，空气中透着寒意。丫鬟正端着痰盂准备出门，岑新月突然快步上前，一把夺过那沉重的痰盂。少夫人，这等肮脏活奴婢来就好。身为儿媳，服侍婆婆难道不是应分的吗？起开！好孩子，这府里上下就属你最懂事。少夫人把活都抢了，咱们倒省心了。二小姐，外面都在夸大小姐贤良淑德，那是她的本事。可她整天在少爷书房钻着，夜里炖补品，白日里连倒痰盂的脏活都抢。二小姐，您看大小姐这样子，怎么越来越像顾家的人了？上辈子竹影也跟我说过这句话，可那时我全心的相信着岑新月，还以为她是想取信敌人后再趁机搜集顾振生的把柄，便没有理会。梦里，兰香失足掉进池塘里，我只当是场意外。数日后，我推开侧房的门，发现竹影晕倒在地上，失去了意识。定是竹影那丫头不谨慎，瞥见了顾振生他们的什么把柄，才惨遭杀身之祸。我们得更小心啊！当时我全心的相信着他，以为他是想取信敌人后再搜集把柄，所以即便竹影离奇战死，我依然对他言听计从，从此更加不敢轻举妄动。竹影，你去跟兰香交代一声，让她切莫心急，做好分内之事即可。
千万不要得罪我姐姐。好在岑新月为了蒙蔽我，每次与顾子渊同房后，都会让兰香去熬避子汤，然后再将汤药倒进她窗台边的那盆花里。姐姐，你为了蒙蔽我，真是煞费苦心。我这个姐姐心狠手辣，只有暂时顺着她，才是上上之策。今天子渊难得出门会书友，说是要去听琴，我这儿也落得清闲，这才叫你过来陪陪我。姐姐日子过得顺心，妹妹看着也高兴。妹妹，这段时间我仔细观察过了，顾振生夫妇都挺好相处的，不管是平日里的嘘寒问暖，还是对下人的宽厚，顾家上下真的都是些良善之人。你说，当年父亲通敌卖国的事，会不会真的不是被冤枉的？姐姐，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逗逗你呢。你看你，脸色都变了。我怎么可能怀疑爹妈的清白呢？要是连我也怀疑，那我不成不孝女了吗？我可不是那样的人，是吗？这笑话真是一点也不好笑。那年我才17岁，在很多人眼里，17岁的记忆早该模糊消失，可我永远不会。哈哈，从今往后，江南只有我顾家、岑家，终于绝了。我原本还不敢肯定是顾家陷害，可看到他们这般敛葬死者、封印魂魄的歹毒手段，一切已经不言而喻了。你们两个要记住，这就是顾家的真面目。这么多年，我们日日夜夜分离那些细节，让仇恨在心里稳稳扎根。不成想，进这顾家才1个月，你便已经将这10年的努力连根拔起了。好，真是好啊。其实当年的事儿我已经记不清了，不过江伯父说是顾家害了咱们家，那应该不会有错吧？江伯父能知道什么？咱家出事的时候，他还远在边关，不过是凭着几个风水师的片面之词，就断定顾家害了咱们家，他也太轻率了。我看他是存了心，想找个由头拿咱们姐妹当枪使。可是顾振生巴结了九王爷，父亲在世时说过，九王爷狼子野心，不是好人。顾振生替这种人卖命，不就足以证明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吗？九王爷权势滔天，谁活得不耐烦了，敢跟他对着干？要我说，顾振生才是识时务者。要是爹当年懂得变聪，早点巴结一下九王爷，说不定咱们就有靠山了，也就不会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。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我笑江伯父含辛茹苦养了我们10年，到头来在你眼里竟成了颠倒是非的小人。我笑爹爹一生清正，不肯与权贵沆瀣一气，在你看来居然是自作孽不可赦。姐姐还记得出嫁那日，你在爹娘牌位前发了什么誓吗？这是两码子事儿。岑心宁，你不要混淆视听好不好？我只是猜测当年的事另有隐情，这难道就代表我喜欢顾子远吗？我有说我喜欢他吗？我这都是为了岑家好，我只是怕报错了仇，让爹娘久平之下再背上几条人命。若真那样，只怕爹娘在地狱里永生永世也赎不了罪了。话到此处，我已经全然明白，在他心里早已替爹娘定了罪，他们就是通敌卖国，活该在地狱受罪，而顾家反倒成了被江伯父颠倒是非、魔受不白之冤的好人。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庞，此时丑陋到了极点。岑家和江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，竟养出这么个白眼狼？岑心宁，你疯了！放手！你敢！岑心月爆发出最后一点求生沾指，身体猛地一撞，连人带架子狠狠撞倒，满地碎瓷与积水，一片狼藉。不是你犯的错，只值这么多。
而是念在你是爹娘的女儿，我今日饶你一命。如果你再敢拿爹娘的清誉替仇人洗白，我会让你知道誓言是怎么定验的。不用老天爷亲自来收你，我自会代劳。他那张原本温婉的脸，此时扭曲如恶鬼。由于极度的屈辱，那双眼球布满血丝，死死盯着我离开的背影，眼神恨毒到了极点。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咽下这口气。原本我不撕破他的真面目，我们姐妹还可以假装为同一个目标奋斗。可现在他无法继续在我面前伪装下去，那就只能跟我为敌了。几天后，我在厨房送过来的点心里用银针试出了毒。不可能！二小姐，这些点心打从灭案开始就是奴婢盯着厨娘做的，中途绝没人碰过，怎么会有毒？面粉和糖呢？厨娘都能亲手做吗？面粉是大小姐今早派人送去大厨房的，说是江家带来的特产。大小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岑新月修书一封给江家，谎称我病故。江伯父不信，不顾一切找上门要查清真相，却被他指使的人半道截住，拖到暗处打成重伤。若不离开江南，我连你一起杀。岑新月不是变成这样，而是本性如此。没遇到顾子渊之前，复仇是他的姐，现在顾子渊成了他的姐，谁想把他捞出来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反咬其一口。二小姐，大小姐这次没成功，肯定还会有下回。咱们得躲到什么时候啊？他对我下毒，就是想除掉我。若除不掉，就是正式宣战。跟我划清界限，我简直求之不得。出嫁那天，岑新月对着我许下诺言：好妹妹，这辈子咱们姐妹同生共死，绝不相负。一旁的江伯母暗自落泪，江夫妇满心感慨。我唯一的顾忌，就是和他之间这点血脉亲情。既然他已经亲手斩断了，那我就能放手去做了。他的死期也就到了。既然妹妹不爱吃点心，明儿个换样东西送过去，总有她喜欢的。妹妹气色不错，托姐姐的福，暂时还死不了。兰香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当年岑家的事，顾家是清白的。大小姐，您在说什么？江老爷明明说……闭嘴！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是继续跟着我在这顾家享福，还是去跟着岑心宁走那条自寻死路的复仇不归路？兰香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他在江家养了我10年，进顾家第一天就把我支去院子里干杂活，除了让我帮他熬那碗倒掉的药，我连他的面都见不着。我原以为他是掩人眼目，可他刚才竟然说顾家是清白的。二小姐，他还给您下毒。二小姐，我们不能留他了。我知道，不将他8层皮再处死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听说了吗？城外法华寺这2天热闹疯了，有位大香客为了家里的考生祈福，捐了大笔银钱办法会呢。可不是，全城都传遍了，说那家才是真正的礼佛之家。礼佛之家，在这江南，比捐香油钱，谁能捐得过咱们顾家？婆婆说的是，既然如此，儿媳愿意主动请缨，去法华寺操办这场法会，定要让全江南都知道顾家的威望。哟，这会儿倒是积极了。平时伺候婆婆见你勤快，如今要去捐钱，你倒是上赶着了。岑心宁，你不会是想趁机中饱私囊吧？乔乔，还是月儿懂事大方，这种体面事儿还是交给你办，我才最放心。婆婆放心，儿媳定当亲力亲为，绝不让外人看了咱们顾家的笑话。岑新月将事情办得很妥帖，
亲自去法华寺联系了住持，商定了法会的用度以及香油的数目，一切细节落到文书之上，由住持签字，绝无谋私的可能。秦氏对他满意的不得了。到了举报法会那天，秦氏只带了岑心园一同前去。拿上准备好的贡品，我们也走。二小姐，咱们真的不去法华寺？他们去求佛，我去求命。走。都别乱，快去那边！看来法会办得很成功。我在寺庙里待了一天，念完所有经文，傍晚才回到顾家。一进门便见里头乱成了一锅粥。顾振生手里捏着一封信，脸色铁青，不知跟顾子耀商量什么。你还有脸回来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身为儿媳，竟然还有心思在外面闲逛？公公恕罪，儿媳只是去礼佛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娘还有你姐姐出事了。今日法会结束后，娘和阿月循例布施公品，可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比平时多了许多的乞丐，突然就把他们围住了。护院就在不远处，可谁也没料到那群乞丐里藏着绑匪。等他们驱散乞丐，人已经不见了。这就是那群畜生送来的勒索信，写着要10万两白银，还说顾家要是敢报官，就等着给他们收尸。10万两，看来江明伯父找的人胃口确实不小。阿宁，你今日到底去哪里了？为什么偏偏今日你不在法华寺？婆婆和姐姐不肯带我去法华寺，我便想着，既然帮不上忙，就自己找个庙为你祈福。早知道会这样，我当时就该厚着脸皮跟过去的，好歹也能有个照应。你说什么傻话？你要是跟着一起，如今就是3个人出事了。幸好你没去。不能交赎金。爹，那是10万两银子，顾家给得起。也不能报官。10万两，那是老子半生辛劳挣来的。一个老子肚中用的婆娘，一个刚进门的媳妇儿，就想要老子半辈子的积蓄？做梦！那是我的亲娘，是你的结发妻子。哼！要是报了官，全城的人都会议论他们被绑匪怎么糟蹋了。我顾振生丢不起这脸。这事全怪江月行事招摇，非要搞什么大阵仗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顾家有钱。你娘也可就是活该。顾振生，你果然够狠，为了你的银子和面子，连妻儿的命都能舍。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娘和阿月也是为了我，为了我们顾家才去祈福的。为了顾家，哼，那就更不能交赎金了。这分明是有人看准了咱们顾家的财气，想要掏空顾家的腰底，玩这种绑票勒索的伎俩，老子才是祖师爷。想拿2个娘们就来换我的银子，他们还嫩着呢。那难道就不管娘和阿月的性命了吗？他们落入那些虎狼之徒手里，随时会没命的。不管又如何，天底下女人多的是，没了这个，还有下一个。大不了等事儿消停了，你把江宁抬为正妻，也算是他们姐妹一场的情分，顾家没亏待谁。顾子渊，你原以为你的父母是恩爱夫妻，以为你父亲这么多年不纳妾是因为情深，可你却不知道，这富贵锦绣之下，全是1两银子1寸血。你以为我不想纳妾？你去问问你娘，当年她背着我害死了多少个进门的小妾？我是不想把顾家祖宗18代攒下来的福分都折没了，才决定从此不纳妾的。我容忍她这么多年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就算是不赎她，她这辈子享尽了荣华富贵，也不算白活了。你也不用想着去报官，我早跟府衙打好招呼了，这件事儿他们绝不会管。不必劳烦你了，我自己会去救他们。人命关天，我娘和那人被绑匪劫走了，求官爷速速发兵。顾公子开什么玩笑？没凭没据的，说绑就绑了。我有勒索信，在
没有勒索信，你拿报案开什么玩笑？回家睡觉吧。顾老板早就打过招呼了，说你读书读傻了。走走走。刘掌柜，开库房，先拨10万两银子给我，那是救命的钱。少爷，您就别为难老朽了。东家早下过死命令，没有他的亲笔书信和印，谁也动不了账上1两银子。我爹那是糊涂了，现在人命关天。少爷，这顾家商行姓顾，但祝究是听东家的。您请回吧。阿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知道夫君一定会来，打开看看。这起码有2万两。阿宁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江家没有顾家的财力，我爹他的诸个现银都调了过来，凑来凑去也只有这么多了。我想匪徒既然是求财，总也不愿意不管如何，我姐一起去救婆婆和姐姐。若是对方肯放人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阿宁，顾家如此待你，你去。顾子渊握住我的手，眼里盈满泪水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隔天，顾子渊直接从江家出发去交赎金，江伯父坚持要陪他一起去。子渊，我陪你去。我经商这么多年，也认识一些道上的人，关键时候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伯父，大恩大德，子渊没齿难忘。顾子渊，你去的地方根本不会有什么绑匪在等你。走另一条道，直接去法华寺后山。是。山洞深处，秦氏和岑新月被反绑在石柱上，眼睛被黑布死死蒙住，嘴里塞着脏布。劫走他们的人根本不是什么山匪，而是江伯父从城外雇来的乞丐。这些人常年吃不饱穿不暖，靠着抢食过活，只要给够了钱，杀人越货他们都不怕。哎，那江老板说了，干完这间瓦房几亩良田，那咱可得把这2个女人看牢了，这可是咱下半辈子的富贵。留宿娘家一晚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姑娘放心，人就在山洞里压着呢，咱哥几个可是拼了命干的，绝没出半点纰漏。顾家那边动静不小，随他们往报官去，只翻差往山匪和生意对头身上查，谁会想到是我们这群臭要贩子干的？秦氏和岑新月从未离开过法华寺，此时顾子渊正按字条指示，在另一个地方下赎金，而我是那个收钱放人的。遮住眼睛的布条被扯开的瞬间，岑新月如遭雷击，神魂俱丧。对他而言，没有什么比被绑后见到我出现在他面前更糟的处境了，因为他意识到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怎么？没想到会是我。他惊恐地看着我，试图求饶，可嘴里早已被塞了木头，说不出话来，只能不住地往后挪动。现在知道害怕了。之前往我的点心里下毒的时候，你不是很有勇气吗？江伯父查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的事，你进顾家1个月就弄清楚了，你还真拿自己当个明白人。爹娘生你养你，你为了一个男人就敢背叛他们，替顾家洗冤。我和你相依为命10几年，竟然敌不过顾子渊的一夜温柔。兰香伺候你10年，你眼里只有你的顾少爷，连他受了多少委屈被人欺负都不知道，这些苦全是拜你所赐。岑心宁，你敢这么对我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夫君马上就会找到我，他一定会把你千刀万剐，我等着看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废了4肢，你还有力气叫唤？看来还差一张嘴。顾老爷，
夫人这双眼是保不住了，两耳也被7根削去。谁在那？紫渊救我！秦氏风光了大半辈子，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，如今却只能在这黑暗里像个疯子一样，去哪儿都得求人搀扶，只能发出咿咿呀呀的破碎气声。阿月，怎么会这样？少爷，少夫人4肢骨头全碎了，这舌头还有这喉咙是被火炭生生灼烧过的，就算治好了，往后也只是个废人了。哼，你不救他们，任他们在那儿死了倒还痛快，如今弄成这个样子，顾家的老脸都丢尽了，他们下半辈子简直生不如死。若你愿意早拿出那10万两赎金，娘和阿月会变成这样吗？绑匪回信里说的明明白白，既然交不够钱，就得付出代价，这说明他们原本是可以安然无恙回来的。是你害了他们！逆子，你懂什么？当晚，顾子曰看完秦氏，又去了岑心瑶房里。我刚为岑心瑶喝下大夫给的药，她依然昏迷着没有醒来。阿宁，你去休息吧，我来照顾阿月就好。阿宁，你姐姐出了这样的事，我只想守着她，照顾她，让她赶紧好起来。望你谅解。我懂她的意思，姐姐废了4肢，毁了嗓子，以后不可能再服侍她了。换做一般的男人，此时顺理成章便会去小妾房里寻求慰藉，但他却选择在这种时候死守着她，不愿贪恋半分男欢女爱。他能如此想，可见是个真正的君子。可惜这样的人偏偏生在顾家。夫君放心，我明白的，我也会好好照顾姐姐的。秋闱在职，你万要专注才是。姐姐如今这般，全指望夫君将来能出人头地，为她撑腰呢。阿宁，顾家有你，是我的福气。姐姐啊姐姐，你若没有变节该多好。倘若你能一心一意为爹娘报仇，我不是不能成全你和顾子耀的。顾子耀是个好人，我从没打算把仇恨牵连到他身上。我也盼望你得到一个好归宿，可惜你自己生生掐断了这条路。与人无忧，东家，这几家铺子的进项，您若不亲自过目签字，底下人真不敢动啊。知道了，没见老子正忙着吗？秦氏倒下了，顾家这一摊子生意全压在老子一个人头上。管家，这2位在婆婆失明后偷了佛堂的供香去卖，按家法该如何？回二夫人，该杖责30，发卖出堂。不必杖责了，直接扣了月上，打断腿丢出去。二夫人开恩呐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兰香，以后谁再偷懒耍滑、浑水摸鱼，直接报给我。是，只要有我在，绝不会让顾家在此时出任何乱子。这账是你理的？回公公，儿媳见公公忙于外务，便自作主张将家事理了理。若有不当之处，请公公责罚。从前阿月帮着秦氏理家，大事小情都要去问秦氏的主意，顶多算是个打下手的。没想到你竟然一个人便操持起了整个家。儿媳不敢居功，其实是竹影和兰香帮了我许多，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他们2个在操办，我也只是看个总目，由着他们拿主意。亲家公、亲家母将你们教得很好，江家出来的女儿果然个个都是管家的一把好手。心宁，你想不想学做生意？可我只是……既然竹影和兰香能帮你打理家事，你就把府里的琐事全交给他们。顾家不养闲人，从明天起，你直接到顾家商铺帮忙，接手原本由你婆婆负责的那几家铺子。商铺那些掌柜见我取代了秦氏的位置，对我毕恭毕敬，唯命是从，甚至有一丝惧怕。想来秦氏从前对他们必定极为苛刻。二夫人，这是本月的流水，请您过目。这位二夫人瞧着比从前的顾夫人还威严，不知道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扣咱们红利。嘘，小心点，以前顾夫人那脾气谁不知道？咱们日子难过了。我看这些账目里有些些微的出入，大概是底下忙乱中出了错。只要不是中饱私囊的大错，这一回我便替你们向东家一力承担了。我给你们信任，也请诸位凡事亲力亲为，只要大家心往一处使，我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出力的人。
二夫人，比起从前，大家伙现在的干劲儿足多了。顾振生，你以为给了我权，却不知道你给我的是捅向顾家心脏的第一把刀。子渊，西宁这孩子在生意上的天分远超我的预期。如今秦氏病倒，我想着将更多铺子交于他打理，但顾家总不能让人笑话，说是个小妾在当家做主。找个日子，赶紧将他抬为正妻吧。阿月，你别这样，你快停下！药呢？快给少夫人服下安神药。阿月，一定是接受不了自己变成废人，对吗？换做谁又能接受呢？阿宁，爹的意思，但我怕现在扶正你，阿月会彻底失去活下去的念想。他万一寻了短见，我知道夫君在为难什么。子渊跟你说了吗？抬正的事儿，我已命人去选吉日了。儿媳谢过公公抬爱，但扶正之事，万请收回成命。为何？这是你应得的名分。有姐姐在一天，我绝不为妻。曾心月，你以为我想抢你的正妻之位？不，我要在那正妻的名分之下，眼睁睁看着你如何一点点烂透在那张床上。阿宁，爹说你亲自去拒绝了扶正的事，是我没用，让你受了这份委屈。夫君何出此言？你不是答应过姐姐一个2年之期吗？如今才过了半年，何须着急呢？有什么决定，等2年到了再说也不迟。阿宁，我答应你，2年之期一到，我定不会再委屈你。还有1年半时间，足够了。顾少爷在乡试中夺魁了，是解元功。小姐妹，江南首富家的少爷高中进士了，真是祖坟冒青烟。亲家公，今日双喜临门，子渊高中，西宁又把顾家铺子打理得风生水起，这都是江家教女有方啊！阿宁，这些年若没有你悉心照料，替我分担后顾之忧，便没有今日的我。夫君过誉了，这都是夫君自己苦读的结果。顾家最辉煌的一刻，便是你们覆灭的开始。当晚，顾子渊喝了不少，醉醺醺的时候，我将他扶回了他房间里。烛光下，他的脸泛起微红，目光深邃地看着我。阿宁，我做到了，我终于可以当官了。顾家已经是江南首富，你这一生即便什么都不做，也是衣食无忧。你为何一定要考科举？何必要千辛万苦的读书呢？正是因为我什么都不缺，我才一定要当官。这世上有太多初入仕途时一心想为百姓多做点事的好官，却被权贵威逼利诱，最后不得不与之同流合污。我去做官，起码那些人用钱利诱不了我，反过来他们还会因为我出身商贾，家底丰厚，不敢轻易在我面前玩弄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。我想起梦里的后来，他当了父母官，果真实现了今日的承诺，明察秋毫，为民请命。若10年前我爹娘在世，也有这样一个父母官，也许他们就不会枉死。逝者已去，生者总要为他们做点什么。虽然晚了10年，但能等到一个合适的人选，让仇人伏法，也足以告慰爹娘在天之灵了。睡吧，做个好梦。毕竟这样安稳的觉，他很快就无法拥有了。二小姐，江老爷那边已经准备好了。胡闹！以你春闱的名次，入翰林院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那是京官。你倒好，竟然去求恩，只去江陵府那种地方上任。翰林院虽清贵，却离百姓太远。我想去地方做点实事。江陵府虽远，但你要是能做出功绩，再读奸臣会更顺畅。去就去吧。姐姐，朝廷的任命下来了，江陵府知州
你如今贵为五品知州的夫人了，开心吗？顾少爷当真是情深意重，他跟我说，即便去江陵府上任，也想带你一同过去，好亲自照顾你。但他现在是一州父母官，日理万机，江陵府事务繁杂，他怎么能被你这么一个废人拖累呢？所以我已经决定了，由我留下来照顾你，好让他一个人安心赴任。这是当然的了，他活下去唯一的盼头就是顾子渊那点廉价的深情。如今我要断了这念想，他怎能不恨？这些日子，姐姐受了不少苦吧？我看你求生欲强得很，顾少爷每次来看你，你连喝药都比平时快上许多。姐姐是不是在想，只要撑下去，等哪天身体大好了，就能去顾少爷面前指证我的罪行，然后看我被千刀万剐，你好东山再起，重新做你的官夫人？可惜我不会让你如愿。他巡年府跟顾少爷说了，就烂死在青天大牢屋子里，由我悉心照料。原来姐姐这么舍不得顾少爷，不愿意跟他分开。放心，姐妹一场，我最疼你了，绝不会违背你的意愿。既然你想跟在他身边，那我就唯有想办法让他也留下来，去不了那江陵府了。不容易啊，为了顾家，我们姐妹终于有一次是殊途同归的了。一切都不可能回头了。瞧瞧顾家这排场，儿子当了江陵府知州，这当爹的腰杆子比城墙还硬。那可不，顾老板使了多少银子啊，连知府大人都亲自出来送行了。哈哈哈，知府大人，往后犬子在浏阳府，还得仰望您多提点呐。青天大老爷，救救小民吧！有人以小民全家性命要挟，让小民一定要亲手将这份东西交给青天大老爷，求大老爷收纳。既然有冤，替本府接了。不，那人说了，青天大老爷是他。莫怕，既然本官成了这青天之名，便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子渊，这风寒定是拿错了东西，快给爹看看。别碰我！怎么回事？这顾少爷怎么对他爹发这么大的火？那账本里怕是藏着什么统分天的秘密。终于落下了，顾子渊，你是个真正的君子，我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了。下官举告亲生双亲顾振生秦氏。这3天，下官查遍顾家所有商铺与仓库，顾家多年来为九王爷贩卖私盐、偷运贡品、贪墨栽粮，罪证确凿，请大人秉公办理。当顾少爷的这么多年，他从未过问家里的生意。他本以为当官是为了震慑父母，让他们别越陷越深，却没想到他们早就烂在泥潭里。不仅是私盐，他还找到了当年顾家陷害我爹娘的证据。这顾少爷疯了，竟然亲自带人抓自己的爹娘，这叫大义灭亲。你瞧那告状，全是杀头的死罪啊！逆子，你这个遭天打雷劈的逆子！有人狼子野心，欲恶难团，有人却在亲情和国法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逆子，畜生！我顾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没良心的东西？顾子渊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！你毁了顾家，你死了下地府也违践祖宗18代！他们日盼夜盼儿子高中当官，
以为能全财双收，却没成想，这权竟然成了亲手送他们上路的断头计。顾家家产全数抄没，首犯顾振生秦氏斩首示众。九王爷也被押送回京了。圣上说顾少爷大义灭亲，不仅没脸色，还升他做了御史台的官，说是要他除奸惩恶呢。顾振生，你儿子高升了，御史台，可惜你看不到了。御史台除奸惩恶，苍天无言呐！倒省了府衙一笔刽子手的钱。顾少爷，阿宁，你还是来了。我不叫江宁，我本姓岑，10年前被顾振生灭门的江南首富岑家，我是那个活下来的小女儿。那个账本如此清楚，条条框框都掐在我爹的命脉上，一定是对我们顾家生意了如指掌的人才写得出来。顾家的生意，除了我爹，最清楚的就只有你了。那天那位大哥拦路告状，选择将东西交给我，而不是直接送去府衙，我便猜到是你做的。如果是外人，大可以直接去府衙告发顾家，绝不会冒这种打草惊蛇的风险。既然你都猜到了，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你是想看看我会不会为了一己之私包庇双亲，毁灭证据，对吗？那如果你当真这么做了，你觉得我会怎样？我会连你一起杀了。所以，你不是为了保护我，想让我免受株连才把账本给我，你是怕我成为漏网之鱼，才给我递了这道催命符。开船喽！客官们抓紧登船！告诉我，我娘和你姐姐被绑的事，与你无关，是不是？他明明什么都猜透了，他知道我毁了秦时月的食物，却还要在临走前合并。阿宁，跟我一起走，我不恨你，我知道是我们顾家欠了你们岑家的，我们去京城，离开这里，忘掉这一切，好吗？顾少爷，你是个君子，君子与常人的不同就在于克己修身，所以你可以压下这些仇恨痛苦，因为你觉得是顾家欠了岑家的。但你能克制一辈子吗？多年以后，我容颜衰老，你爱意不在，你能保证不会用今日之事为利器，反过来刺向我吗？我能，就像你姐姐，她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会对她不离不弃。但我不能，我不是君子，也做不到那么豁达。将她和顾振生夫妇割势，已是我生平理智的极限。我不愿往后余生一看着他，便想起他的爹娘是如何杀害我爹娘，害我们家破人亡。我更怕堂姐有一天情分不在了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提起刀子，扎进她的心口。岑家就只剩我一个了，我该好好活着，不能再为了仇恨葬送自己。顾少爷，你我就此别过。锦水汤汤，与君长绝。愿君千万岁，无岁不逢春。